Hello，大家好，我是悟星啊。今天呢，一开始呢，我就打算搭船出门一趟啊。那这条河的话呢，就是我们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我家门前有小河，那我主要是要去寻找我还缺少的最后一个关键素材吗？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类似瞭望塔的东西，那我猜它应该是安全的，真的可以先上去看看。啊，那这个话好像也是 Treasure 模组的东西呀。那它这个上来的话需要跑酷，然后一上来就看到一个 Pirate Chest，所以这个是我们海盗的香香啊。但这个地方没有人看守，所以我们就把 A 回家啦。不得不说，这个环境啊跟地形的生成搭配这个光影模组真的是非常好看呐、地非常的平，没有那种太多的高低差。那我主要想要寻找的东西，其实就是，哎呦，前面的看起来圆圆胖胖的，那边有一个 treasure，不对，这不是 treasure，这个是有魔法模组的东西呢。哎呀，然后看起来有一些魔法卷轴哦，我们把它通通 A 回家，连这个书柜都带回去好了。然后我这边显示它是不能挖的，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把它挖起来的样子，所以它必须要一直待在这边啊。那我们的小地图也有标示这个点，所以这个放在这边吧。然后再来是重点是对面那个东西，这个是仙人掌吗？看起来好像是哎呀，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河啊一直往南走的话，刚好似乎就是一个沙漠地区。那我现在缺少的最后一个东西就是仙人掌啊。有了仙人掌之后呢，我就可以来做更多的事情不过我看到前面这个沙漠好像又有一个村庄的区域嘛，来去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哎呦，看起来像是一个地牢的感觉呢。哎呦，你好。是普通的村民，而且他们是和平、包容、友善的村民我可以出门吗？结果一下，我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这个什么不见了？那是蚁狮吗？应该是蚁狮，就是会躲在旁边。然后这叫什么？蚂蚁窝。哎呦，哎呦，哦，看来他好像不是很高兴哦。走开啊！哇，他现在打我都不会痛哎。然后他给我送了一匹战马来的，哇，他的马走得好快哦。哎呦，所以看起来我们必须要攻略完这个地方才可以打架。哇，只是我要把我的村民给拿出来，等我一下，等一下再打好不好？哎呀，我们的村民立刻就出发了算了，他那个战斗能力满满，应该是 OK 的。Good job！ 好，他现在是跟随我的状态，那我们可以来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Hello， 所以除了士兵以外，其他基本上都算和平、包容、友善的村民。然后他们看起来好穷哦。对，但我要发挥勇者的精神，来搜遍他们家所有的财宝。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啊。哇，这个沙漠比想象中还热闹前面还有更多东西。那个是鹰马吗？还是狮鹫兽？不是狮鹫兽，那是鹰马。这个也是 Treasure 模组的，它正下方很深的地方可能会有宝箱。对，但它挖很深所以这个地方沙漠的住民不是很友善。不过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来打他们，我只是要找仙人掌而已。那么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我先回家好了。
好啦，我们回到家了。那理论上呢，现在我们的家会变得比以前还要安全很多，因为我多做了非常多根的大火把我们家包含村庄几乎都包了起来啊。那我们直接看这个 FTB Chunk 的话，那只要被我点到这个领地的范围，就代表是大火把的作用范围。那这大火把作用范围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大，我之前以为是半径32格，但它实际上是半径64格的样子，所以说我可以一根就包很大的范围，可以看到几乎村庄啊，然后连河的对岸都是作用范围，你就可以看到完全没有任何一只怪。那这个只是假象，因为有一些盖亚模组的怪物啊，它还是会生成的。而且是敌意生物哦，像是有一个很大只的牛头人，小只叫米诺陶诺斯嘛，大只的好像叫米诺陶还是什么东西的，它还是会生成，然后它会主动攻击玩家，可是数量很少，这几率很低。所以就有点像是你把其他所有生物的生成都关掉了，但是一些特殊的小 BOSS 出现的几率就会提升的感觉。那有了仙人掌之后呢，我终于可以来合成这个东西啦，就是 Nature Cluster， 然后就可以合成 Nature Seed。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可以快速的合成一些农作物的东西了。重点是我想要合成的是苹果。因为其实给 NPC 吃苹果的话 ，CP 值算还蛮高的，因为它这个 config 设定有特别指定说我们的苹果可以补的比较多，但我们的 NPC 它一次最多可能拿3颗苹果吧，那1颗苹果就可以给它撑2分半钟的时间，所以3颗的话就有7分多钟时间，所以苹果的 CP 值特别高。那我就把它这个合成这个东西，然后呢要这个东西，好，然后我们还需要 Inferior Essence， 然后其实我私底下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玩 AgriCraft 跟魔法农作物的东西我一开始只是想说看能不能就是做出这个 Inferior Essence 的种子啦然后我已经把它冲到这个10了。所以它一口气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 essence， 然后后来发现呢，它其实这个种子有分等级呢，有分 T1、T3、T4、T5， 甚至还有一个附加模组让它升到 T6。然后呢，我就想办法把它冲到 T6， 然后也给它冲到10。可是呢，它这个10之后诞生的 essence 没有比较多。因为它这个产生的产物是受 AgriCraft 控制的，就已经不是这个魔法农作物的事情了，是 AgriCraft。那 AgriCraft 的设定没有调整它的产物啦，可是我觉得其实 T1 的产生的量就已经很多了，所以我懒得调整 T6 了，就这样子。那因为有很多 Essence， 所以做出的一些 Master 的东西啦。还有这个光靠 AgriCraft 的洒水器就很厉害了。那之前有观众问说，用 AgriCraft 的话没有办法产生一个特殊的粉末 Essence 没有这 Essence 的话就没有办法做水壶啦。因为想说用水壶来加速这个农作物生长嘛。可是我一开始想到的其实是洒水器，因为它可以自动化，我就不用一直拿着水壶在那边等它长大。那这个洒水器在村庄就已经有了，所以我就 A 了过来，然后自己再做几个，然后呢搭配这个 Sink， 这个话是无限的水源，然后呢我也开始先发展了这个 Embers 模组，这是它的水管，就用一个 Fully Extract 抽水机，然后给它一个红石讯号，然后上面水管就可以源源不绝的抽出这个水，然后就可以一直洒水啦。那我是从 config 把它洒水的特效给完全关掉了，所以不要看它好像都没有在转，那它其实是有在洒水，有在加速生长的。这个虽然是10，那如果你没有靠这个外力的帮助的话，它长得还是很慢啦。所以冲出了这个 Inferior 的10之后，突然就玩上瘾了，所以我就开始手痒跑去培养了各式各样的农作物，像这个史莱姆种子因为我们要做这个修补道具的话，会需要史莱姆球。那时候我根本1颗都没有，所以我就跑去这个沼泽地区
就是杀了好几天的史莱姆才凑齐，然后就自己种，这样我就不用再去杀史莱姆啦。然后呢，我又开始在养这个铁种子、黄金种子，甚至最后我连钻石种子都养出10啦。所以有这么多黄金跟钻石，我就可以做一大堆的大火把，所以才会包得这么紧，全部都是大火把的范围。好，然后有了这个铁种子，我们也不用再去挖矿了，直接造出铁锭，然后就给我们 My Fantasy 使用。那其他这些种子的话，其实都是村庄里面 A 来的，因为我们运气不错，我们的村庄就有2个温室，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这个现成的种子可以直接利用。好啦，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 Nature Essence， 我们的自然的种子所以还需要1、2、3、4。1、2、3、4，跟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做出 Nature Seed。哎呀，好，所以理论上我这个也想要冲到10，那就是等它长大，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向旁边的空支架延伸出去1格，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Clipper 来剪下一部分，然后呢拿它去过个水一下，它就会变成种子，你就可以直接种了。因为如果你直接拿这个 clip 过去，然后想要种植的话，它的 clip 会受它的强度影响，就是它的其中一个数值啦。它强度越低的话呢，它这个 clip 过去的几率会越低。可是你只要用这个分析过个水，它就会直接变成种子。好，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在这边也来一下，然后等它们2个长大之后呢，就可以给它这个框架，那它就会开始这个繁衍突变进化。然后那时候为了要做出这个 T6 的种子还有就是一些钻石的种子，它会需要大量的这个 essence， 那光靠手来收的话真的是太累人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试做了看看我们的 Ancient Warfare 的农场自动化就是这个 Crop Farm， 那只要做一些基本的研究就可以研究出来，那材料也不是说很贵，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找个地方把它放下来比如说像这里那放下来之后呢，就会看到它有一个框起来的地方，然后这个框的大小的话是可以更改的，也可以扩充，就是之后给机器塞升级的话，它会变大。那目前的话是刚刚好符合我们农场的范围啦，所以我就没有跟动它。那你要改范围的话，可以从这个很复杂 GUI 去改，那我就不改。然后呢，它就有分什么 Top Resource Special Resource。它有一些的话是你可以放一些种子进去，然后它收成之后可以种回去。对，但是我们因为有 AgriCraft 的关系，所以不需要种子，它就只是负责收而已。好，那再来这个机器会需要吃电你可以看到它吃的居然是 RF 的电呢。但我们这一包的话没有装其他任何的发电机模组，但不用担心，因为它模组本身就可以来这个自动化。那有2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靠 NPC 来帮忙，那你可以就是这个召唤一个 NPC Worker， 那这个 Worker 的话，你只要给他这个锄头，他就会变成一个农夫，然后呢，他就会在这附近一直帮这个机器充电，然后机器就会帮你自动化，所以自动化其实都是靠机器，然后我们的 NPC 他做的事情就只是帮机器充电而已。所以呢，你只要有其他发电的方法，其实不靠村民也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发电机你有好几种选择，像是这个水车或风车其他的话还有这个 Stirring Generator 蒸汽引擎，还有这个人力引擎就是一直用手要转。可是我发现其实做水车或风车就好了，它们非常便宜，而且发电量又足够。所以比如说我先把这个东西给搬走，不然它有点挡路。然后呢，我们这边刚好在水边嘛，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水车。有了，然后你只要放对方向之后，它就会开始发电了。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发电量是10 RF， 然后我们的机器已经开始在运作了。哇哦！所以它需求的电量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机器运作又足够快，
只是比较奇怪，就是它水车的这个没有在转啊。但是它这个的话，好像只要碰到水，就会默认就是有水流动。那你要让它好看一点的话呢，就放一个流动的水，那它的水车是会转的。所以这时候如果要自动化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搬到这地方。然后我也另外做了 Amber 模组的物流管线啊，就从这边抽出，然后把它抽上来。可是呢，这个机器本身要做这个 I/O 的设定，就是透过这个。然后它的相对位置的话，其实还蛮难懂的啦，所以我懒得想的话，就直接通通设定成 top， 因为它不需要输入什么东西啦，就直接默认导出就好了。所以这个 top 就是指上面这边，然后这个管线我们把它敲掉，再重放一次，好，它就接上了。我这时候再给它一个拉杆红色讯号啊。那它就会把所有可以抽的东西都抽出来，那这边就只有 essence 啦。然后我发现这个管线好像没有很聪明它不会自动的抽它想要的东西，它就是默认从第一格开始抽，所以它如果抽到不是要的东西的话，它其实会卡住。然后抽到第一组没问题，然后接下来抽到这个青金石之后，它就不知道往哪里放。对，它没有那么聪明了，它就是默认就抽，然后多的就卡住这样子。除了水车之外呢，我也做这个风车来示范看看。那至于这模组风车有没有高度的限制，我猜应该是没有啦。就即便你放在平地上，它还是会高速运作。那它是需要2个东西，一个是风车本体，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扇叶的部分。然后你至少要铺5×5的大小，它才会变成一个风车。嘿，我看看我能不能有跑酷的。好，可以。再来铺2层。好，成功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自动发电啦。那你还可以再铺更大，应该可以铺到7×7、9×9，甚至更大都可以。所以发电之后呢，我们就要把电给接出来。其实这部分看起来就很像 Create 模组，对不对？但是呢，它的电是单方向性的。不像 Create 可以双方向，就是你要怎么接都可以，所以它在传电部分又有点像 Rotary。好，那我们要把它90度往下的话，就会需要这个 Junction， 然后我们对准它来放，然后这个部分就会觉得它这个放置的方法真的是还蛮奇妙的。然后我们来接这个普通的 Shaft， 这样接下来。然后看起来它没有在运转，对不对？因为方向没有搞对。它这个的话应该是要这样子接。有了。所以它的接法是这个能源这样子过来，所以你要从这个终点往起点接。其实 Rotary Crank 也是这样接啦，只是有时候角度不好的话，真的很难瞧。比如说我最终要接到这个地方嘛，所以我要这样放，然后这个 junction 也要这样接，然后我们的 shaft 就要这样子接上去，然后会这样接全部接正确之后呢，它这个就会开始转动啦。那我们直接对它点右键，就可以看到它的发电的情况，就是数值都很详细。它目前存的电量input、output 跟那个能量损失都写得很清楚。然后我来试试看，它有一个 hammer， 然后这个 hammer 的话，应该是可以切换成，对你自己的话可以切换它的木品模式，然后切换成旋转模式的话，你就可以旋转它，对，旋转它。然后我给它转180度，它还是在转。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管线其实里面都会有这个暂存的能量。那我还有做一个东西是这个飞轮。那这个飞轮的话，它号称是这个模组的电池，可以把这个能源暂存起来。我来看看它这个是怎么运作的。那就要先做一个 energy storage。那最小是1格，那往上的话就是3×3，然后你可以叠好几层这样子。然后上面还要再搭配一个 controller， 然后方向记得也要正确。然后接一个 junction。
好，那如果没有光影，就是没有一些渲染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东西在里面转这样子。啊，我可以点右键，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在储存非常多的能量进来。那飞轮的话，现实世界中的用意也是这样子啦，就是你可以储存它的旋转动能，然后只要我们少了发电机的能量了，它还是会继续转。只是它随着时间过去，会渐渐的损失它里面的动能，这样子。比如说这边接 distributor， 然后再接个普通的 shaft 啊，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接另外一个 shaft， 这样能量就可以接出去。啊，消耗就是它之前存在里面的能量。那这时候你的供电如果复活了，它会运作吗？方向错了，转过来，有，然后它就继续充电，然后也可以同步的供应后面的电，没有问题。所以除了电池之外，它也有点像 UPS 啊，就是紧急的备援电能。如果你的供电突然断掉了，那至少你的机器不会突然全部关掉。